我怀孕了。在纠结3个月后，还是准备不要。躺到手术台后，我害怕的闭眼，还内心不停地给肚子里的孩子道歉。但很快我就被请了出去，因为主治男医生单方面终止了手术。我从来没想过这么离谱的事情竟然会发生在我身上。他是孩子的爸爸，是3个月前的意外，也是我曾暗恋多年的求之不得。蒋女士，请您稍等一会，林医生一会就过来。我被护士带进了一间会诊室。好，谢谢，我乖巧点头，准备等他离开后赶紧跑路。但他根本没有离开的意思，甚至还问了我孕期反应各种。有脚步声靠近，他才起身去开门。林医生，您回来了，那我先离开了。他刚离开，我就感觉四周变得冷了起来，他的脸色十分不好看。蒋小黎，很危险的声音，胆子大了。未婚先孕，我吓得像个鹌鹑，有点不敢直视他。没，我都不敢讲话。孩子的爸爸是谁？他的声音更加危险了。在纠结说实话还是谎话中，我还是选择了后者。我不知道，我痛苦地闭了闭眼。是吗？我点头如捣蒜。太难了，我就知道会这样，怎么办？他这样更可怕了，我好想逃。你做手术，有人知道吗？没有。你怀孕3个月的事情，还有谁知道？我继续摇了摇头。你真不想要？听他这语气，好像是我真不要，他就能继续给我做手术一样。我郑重地点了点头，并不是我不想要，是我不敢要，也要不起。那好，我抬头希翼地看着他，我就知道他会继续给我做手术。可想象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他的下半句直接把我吓得半死。你不要，我要。这怎么行？不可以，不能这样。我想都没想，直接反驳他。留下他，我给你办理休学，安心养胎。他声音温和了很多，但语气不容我拒绝。我不可能不明不白地生下这个孩子，凭什么呢？我只是运气不好，遇见了林诺宇而已。那么多医院，我是真不知他在这里工作，不然给我800个胆子，我也不会过来。我不生，我养不活他，我还是反抗了。我养，他好像生气了。不行，我们结婚吧。他没等我说完，直接丢了个重磅炸弹。内心喜忧参半，为什么呢？我有点期望是因为喜欢，但这肯定是妄想，一切都很渺茫啊。梁医生之前也不建议你做手术，不要犟，听我的，安心养胎，不然这次没了，对你身体损害是很大的，未来可能都不会有孩子了。你不想做妈妈吗？他的声音带着哄的意味。我知道他说的梁医生就是给我看诊的那位，也知道了他说的结婚更多是同情吧。我真的是个小可怜啊。我还是和林诺宇领了结婚证，拿到红本本的时候，我都是恍惚的。我已婚了，老公是林诺宇，换做以前，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这是真的，我才不管这段婚姻能够维持多久，是否是林诺宇为了安抚我，让我生下孩子的决策。但看着红色背景的结婚照，我和他一起出现的画面，我还是忍不住激动了。真好，不管几分真假，你就在这里住下，我会叫阿姨上门专门照顾你，好好养胎。林诺宇打断了我的思绪，你后面按时来医院做产检，我会提前给你预约好。谢谢。我看了下空旷的房间，没有一丝烟火气，想来这里是他从未住过的地方。那我走了，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他看起来并没有半分留恋，似乎刚刚催着我结婚，一直到把我带到这里的男人不是他一样。走去，我想问来着，但是对方根本没有给我机会，只看到他的身影消失在房门后。我慢悠悠地走到窗边，果然看到那辆熟悉的车已经发动离开了。也是很巧，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我们马上准备离开了。我知道后面肯定都是些茶言茶语，我都懒得看完，顺手就拉黑，管他什么骚扰信息，这次谁输谁赢还不知道呢。林诺宇从这以后一次也没有再来过这里，也没联系过我，但他给我留了银行卡，我并没有客气，毕竟是法律层面上的丈夫呢。我也没有联系过他，即便他的手机号已经深刻记在我的脑海里。
倾慕和爱意。人不在眼前，我装都懒得装了。还有肚子里的孩子，我怀的，跟他有什么关系？至于他请的阿姨做的饭，我只吃了一次就拒绝了，换成了偶尔一次的上门打扫。我真的在安心养胎，吃饭什么都去了隔壁。我确实在被人温柔照顾着，也被很精细的养着。小黎，今天给你准备的是鸡汤，你这快4个月了，都没有怎么显怀，一定要好好补补。我才刚刚指纹解锁，进入对门邻居的房间，就有熟悉的女声传来：姨妈，辛苦你了，先坐在沙发上等我一会饭菜好了，你小飞哥也快回来了，正好一起吃饭。这边的装修非常的温馨舒适，和隔壁空旷的就跟没住人似的感知完全不相同。之前我从未在意和关注过这些细节，甚至把被冷漠以待、被羞辱的愤恨以及被算计的痛苦等全部迁怒到最爱我的人身上。重来一次，我不会再犯傻。我其实有被人一直爱着，那就更要好好珍惜。至于我自己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爱得没有自尊的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小飞哥，谢谢你，也谢谢姨妈。我和表哥陪小飞单独进了书房。我不是第一次劝你了，这样做真的值得吗？他的声音里很是心疼。你还年轻，刚刚读研2，怎么就……他没有说完的话里，我知道什么意思，劝我不要这个孩子。怎么会不值得呢？这是我最期待的珍宝。我知道的，小飞哥。谢谢你和姨妈的全力支持，也谢谢你们专门搬过来照顾我。还有，谢谢你帮我收集证据。我的表哥裴小飞是金牌律师，想起他上一次为拉我出深渊，被人泼脏水陷害，直接没办法从业，我的内心就遏制不住的愤怒。你为什么要跟他领证？我的朋友圈在第一时间就晒了领证的信息，红底的双人合照和双方姓名也同样晒了出来，配文都是溢出来的幸福和甜蜜。他知道其中的部分真相，林诺与娶我有其他目的，我嫁也有自己的目的。这都快过了1个月，他才问我，算是比较淡定的了。为了他家拆迁款，不然图他这个人吗？我没有说谎，但也没有说全。林诺宇家老房子的确要拆迁了，上一次大概赔偿了3000多万。拆迁？你怎么知道？或许做了一个梦。你怎么了？我怎么感觉你怪怪的？是因为孩子，还是……妈都说你看起来没有之前那样无忧无虑了。人都是会长大的，小飞哥，你和姨妈都别担心我。孩子生下来前，我都会好好养胎，好好照顾自己的。你退学的事情也确定吗？麻烦小飞哥和姨妈帮忙协助办理退学手续，我还是不想让他们更多的担心，也不想让他们觉得因为怀孕养胎，我完全放弃了自己似的。我准备退学1年后重新去考研。这次我会选择我喜欢的专业，我想做编剧。什么？我换了个话题。虽然我还有很多想法和准备，但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更加奇怪。预计和他离婚会在孩子出生之后，然后你作为我的代理律师，帮忙争取抚养权和更多的抚养费。到时候我会要隔壁那套房子，你和姨妈还要被我打扰很久很久。好。我会持续帮你收集证据，你自己也要记得日常通话录音，尽量文字都留证，不要随便签字等。谢谢哥。想到之前被忽悠签字，放弃所有净身出户，带着我的珍宝一起受苦的日子，我又要忍不住内心的愤恨了。怀孕5个月，我依然是独自一人去产检，不是姨妈或者表哥不愿意陪我，只是他们都被我拒绝了。那医院可是有好多林诺宇的眼线，若我不独自一人，怎么会显得我除了他没有别的依靠呢？梁医生，我最近特别爱吃酸的，都说酸儿辣女，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先给我儿子准备好看的小裤裤了？我满眼都是期待的看向梁医生，给他看我之前发的朋友圈，晒我和林诺宇的结婚证件照。我老公一家肯定也都是非常期待儿子的到来。胎儿状态非常好，你好好养胎就好，别试图从我这里套话哦。他的笑容藏得很好，若不是看到一丝嘲讽，我还真以为他是关心我。最坏的打击不是直接告诉，而是当你满怀期待的时候，最后才给你沉重一击。我到家没多久后，
接到了林诺宇的电话，这还是婚后他第一次主动联系我。今天去产检了吗？最近感觉怎么样啊？怀孕辛苦吗？我才刚知道你没有吃阿姨做的饭，要不我妈去照顾你。男人的声音显得格外柔和，他还是第一次这么温柔地与我说话。怎么之前好像不太熟，迫不得已，见不得我不在似的，现在是也不准备装了。很好的，不辛苦，我可以自己做饭，不用麻烦了，谢谢你。我的声音里都是感激。你最近都还好吧？我要准备一个手术，你好好照顾自己。对方很快挂断了电话。我迅速打开手机，切换小号，打开朋友圈，果然看到了梁医生的朋友圈。今日份工作分享，今天的小姑娘叫小黎，很勇敢的新手妈妈，怀孕5个月还一个人来产检，胎儿非常健康。小姑娘说最近可喜欢吃酸的，都在欢欢喜喜的准备小裤裤了。年轻真好，每天看到好多新妈妈对未来的期待，果然不一样了。保留了我说的一部分话，这后边没有任何自己的看法，没承认也没否认，挑不出任何毛病。林诺宇的点赞头像非常显眼，难怪我刚刚能接到他的电话。挺好的，事情好像更有意思了。某个被拉黑的号码换了好几个新号给我发信息，我全部没看，直接黑名单处理了。谁有空欣赏这垃圾发言，影响我给宝贝健康成长的胎教。回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了林父和林母。小黎，听诺宇讲你这5个多月了，我和叔叔过来看看你。林母客套的打招呼，林父站在旁边看着我，都是审视。我猜他们是知道了我和林诺宇领证的事情，不过一家人想的都是去母瘤子的戏码，一个个都会演得不行。我还记得医院那天林诺宇的试探，他会装，我又何尝不会呢？不过这一家人都是在想屁吃呢，注定是要晚几个月失望了。叔叔阿姨，辛苦你们过来了，我自己也能照顾好自己的，宝宝的状态也很好，目前我都在好好养胎，我的声音很温柔，也带着小心讨好。诺宇哥我好几个月没见过他了，多亏他照顾我，不然我抚摸了肚子，声音变得低落。出差去国外学习几个月，估计在你生产前能回来。说的是和我上一次问一样的说辞，不同的是之前我直接信了，而现在出国，编得真好啊，不过是同城换个医院交流一段时间而已。再说了，我手机垃圾箱那些信息都是什么玩意？这次是我从头就无视了，不过我相信对方也不是能忍耐很久的性格。迎着林父探究审视的目光，我很失落的低声应着。你的事情阿姨和叔叔都知道了，我们诺宇会当孩子是他亲儿子的，还有我和你叔叔也都会当他是亲孙子。林母的确是对我肚子里的孩子万分期待，可目前也是嘴上说说的阶段，如果真是关心，来看个孕妇还空着手，不知道孕妇需要补或者总归是需要照顾的吗？谢谢你们，我知道的。孩子出生后就叫林家宝吧。林父突然出生，林母完全不管我，直接应道：好，就叫家宝。林母说完还摸了摸我的肚子，家宝，奶奶的乖孙，我们等你快点出来哦。我强忍着避开的冲动，温柔的回应：谢谢叔叔阿姨，有你们和诺宇哥真好。上一次可没有如此温馨的一幕。5个月时候，林诺宇通过职务之便知道我肚子里孩子的性别，林母闹到家里逼我打掉，还说没了以后可以再准备重新怀。那时候我虽然满心都爱慕这虚伪的表面，但也知道打掉后不能再怀孕，还是坚持生下了孩子，也没有等到林母说的再怀，只不过没多久后就被这一家人利用，人来得快，扔得也快。友好都是表面的，林父和林母没有停留多久就离开了，来的时候不带一片树叶，走的时候却带走了好些隔壁姨妈和小飞哥给我准备的孕妇食品和补品等。林母还说孕妇不能过多吃这些，会影响孩子发育。多么冠冕堂皇，多么离谱！为什么上一次我非要扒着这家人不放呢？拿他们当我的救世主，明明就是推我入地狱的恶魔呀！怀孕第7个月的时候，我身子重了很多，行动不便，总是腰酸背痛。林诺宇还是没有露面，
中途也没有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垃圾箱里被拒的信息全是阐述着小情侣恩恩爱爱的表现，恐怕觉得不够刺激，还没少给我发带图的信息。婚内事实出轨，感谢好人主动提供证据。但这个好人憋太久，终于忍不住了，于是我接到了的电话。死在外面大半年了，不准备回了，开口毫不客气，一点都不像亲爸。也是，有了继母，必须同步有了后爸。听说你和林诺雨结婚了，抢你姐姐的男人，你还要不要脸？有没有羞耻之心？我们都知道了，你不自爱乱来，怀孕了。林诺雨看你可怜，才和你领证的。我告诉你，你这扫把星，把你姐气的都住院了。世上男人这么多，你要抢你姐的，知三当三，不要脸。男人声音里都是愤怒，语气十分恶劣。要是我在他面前，他估计还会动手抽我。我家门风都让你败坏完了，你要是识趣的话，孩子生下来就赶紧滚出林家，然后也别回来了。像你这种不要脸的玩意，我就当没你这女儿。你听到没有？别装死。再说，你装死有用吗？我面无表情，听着那边絮絮叨叨的辱骂。上一次我还痛心不已，这次休想伤我半分。其实你一直认为蒋真真是你的亲生女儿吧？蒋小黎，你这狗东西，你胡说什么呢？对方的声音怒不可遏，但是还是能听出一点慌张。别，我是狗东西，你是什么呀？咱们可是有亲子关系的，从小到大你亲自鉴定过不下5次。那我劝你再去做个亲子鉴定吧。对了，我说的不仅是蒋真真，还有蒋仁。我在对方再次辱骂开口前，把手机拉得更远，过了一会才放回耳边，根本不管他之前说什么屁话。哦，你别无能狂怒了，我刚刚的建议不是开玩笑的。对了，不要选林诺雨在的医院，也不要选蒋仁他妈在的医院，其他的你随便选几家都坐下，真的有惊喜哦。熟悉的国粹再次传入耳中，真聒噪。停，你先别骂了，你都60来岁的人了，懂不懂礼貌沟通？对了，提醒你一句，你不是早就把我赶出家门了吗？户口也早就独立出来了，我也不算你女儿了，你打过来对我劈头盖脸一顿骂有什么意义呢？为了你的假女儿真真吗？你个狗东西胡说什么？通话中的声音还是很愤怒，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迟疑了。这是好的现象，有迟疑才会有动作。我愿意为我说的话负责，只不过你愿不愿意验证？还是捏着鼻子红嘴巴，给别人无偿养儿女，就这样认了？我嘲讽的轻笑出声。要不你查查你的好助理，说明一下，我不是善心，留住你的棺材本，我不想你最后来烦我。你胡说，我也是耐心耗尽，懒得听他继续飙国粹。他们都挺烦人的，只有蒋家鸡飞狗跳了，我才能够稍微安心养胎。蒋东升，也就是我亲爸，他不爱我妈，也不爱我这个亲生女儿，但不代表他爱继母林柔，或者是蒋真真和蒋仁。他只爱自己呀，这样自私的人，一旦发现他所谓的依附他的菟丝花，最后是条毒蛇，不知道的有多精彩。上一次他输得可惨，公司都被林柔和他助理卷走了，蒋真真和蒋仁也都抛弃他，回归亲爹怀抱。他最后在精神病院被收买的工作人员搓磨致死。这一次嘛，言尽于此，好活耐活，看他自己的本事了。蒋东升从上次电话后就没有再来找过我，倒是蒋真真终于憋不住来见我了。我刚从医院产检出来，因为怀孕9个月的关系，肚子带得非常不方便，我走得很慢很慢。蒋真真故意拦着我的去路，不让我走过去，让一让。你想怎么样？我累了，肚子太大，我走2步都不想折腾，更不想和蒋真真纠缠。不远处姨妈和表哥还等我过去呢。蒋小黎，你不要脸，勾引诺雨。蒋真真脸色难看，你不要以为你带个肚子了不起，不过是个可怜虫，识趣的话生下来就滚蛋，自动净身出户，不要惹事。蒋真真的话语里满满都是嘲讽和轻蔑。上一次我就是被气得早产，真不是个东西，这次休想逼我动气。
蒋真真，你以什么样的身份说？大庭广众之下，我一个大肚孕妇被打扮时髦靓丽的蒋真真拦住，早就吸引了周报不少路人的围观。我的声音大了一些，我是和诺宇哥领了结婚证的，我肚子里是婚生子。请问你和林诺宇是什么关系？有什么资格逼我生下孩子自己滚蛋？诺宇只爱我，我才是他的爱人。你们结婚了又怎样？诺宇哥说等你生了孩子就跟你离婚。还有，你不知道吗？感情中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小三。蒋真真完全不在意旁人，就这脑子坏得如此光明正大和愚昧无知，竟是他曾把我推入深渊。要不是为了你肚子里的种，结婚证都不会和你领。你不过是个工具，生孩子的工具人而已。我表现出一副气得不能自理的样子，摇摇欲坠的快站不稳，很快旁边就有热心路人扶住了我。什么世道啊？还有人说如此不要脸的话，但凡小学时的思想品德课及格了，都不会说出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小三这样的话。围观的一个大妈声音洪亮，手上还提这个透明塑料袋，能看出来里面是一些治疗降血压的药，应该是才从医院出来的。她一说话，也引起了周边围观群众的共鸣。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有人如此不要脸，我算是听明白了，这怀孕的小姑娘是领证的，受婚姻保护的。你才是小三，你还辱骂小姑娘，欺负孕妇。先不说那男人是什么货色，光你这小三就好嚣张，竟然还敢追到医院欺负怀孕的正室，这也太不要脸了。还敢恐吓威胁孕妇，就算男的不是东西，但明明人家才是夫妻。你好不要脸。小姑娘，阿姨也来扶你，你这肚子看样子快生了，别跟那不要脸的记起。围观的人议论纷纷，我一直低着头，不知道送蒋真真过来的林诺宇躲在哪里，真期望他能听到大家骂他们这对狗男女。得知我住的小区刚刚好和最开始开口说蒋真真的大妈是住附近的，她可热心的帮忙打车，说是一起送我回去。我是和热心大妈一起回的，在车上我以给家人报平安为借口，给表哥他们发了信息。蒋真真也早受不了大家这么说她，挤开人群灰溜溜的走了。蒋真真火了，林诺宇火了，蒋小黎也火了。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小三这句经典，甚至再一次引起了舆论的争执。我这次出医院被蒋真真纠缠的视频被人拍了，全程发在网上。更过分的是，当事人都离开了，发视频的还不尽兴采访围观的人，问他们对这情景有什么看法。大多都是支持原配的，当然男生这边很多聪明人，大多表述都有空间，说的全是位置全貌，不予置评等。网络过于强大，很快蒋真真和林诺宇就被扒得干干净净，就连蒋东升之前婚内出轨林柔，也就是蒋真真他妈的事情也被好事者扒了出来。于是网友都在说，小三的女儿也是小三。这次风波影响挺大，蒋东升的公司股价都受到了震动，不过他没脸来找我，他不烦我，肯定是知道了真相，毕竟我可是他截至目前在这个世上唯一有血脉的亲人啊。他多在意血缘啊，当然最好是有儿子，所以肯定计划怎么最小成本的把林柔他们搞走。以我对他的了解，蒋东升肯定计划着找人再生一个儿子。除了最开始火了的时候铺天盖地的谩骂信息，蒋真真也消停了，估计被教育了，也不给我发骚扰信息了。林诺宇也被停止观察了，但对方还是没有联系我。倒是林母装模作样的电话问过怎么样，最近有什么事情？我说怀孕后基本不上网，很注意胎教，那边才放心，还告诉我林诺宇在国外学习差不多了，预计我生产的时候能回来。当然，本来关于他们的信息还有视频爆火这些事情都不是我自己查的，孕妇还是少玩手机的好，全部都是表哥这边时刻关注着的，主要是担心我在这件事情中受到牵连。也好，虽然有些许质疑和关于我的假料，这次大多数网友都是站在原配这边的，大方向都是无论被不被爱，
原配就是原配，小三永远都是不道德的。可能是太过开心的情绪影响了宝宝，我还是提前胎动了。表哥和姨妈紧张的不行，我被第一时间送到医院生产，就连提前预定好的月子中心，姨妈也第一时间告知，随时准备着入住。虽然还是和上次一样，提前差不多1个月，但这次宝宝健康太多了，医生说是很漂亮的女婴。姨妈和表哥都不敢碰小宝宝。对了，我给她取名蒋唯一。唯一是我蒋小黎唯一的珍宝。我住进月子中心休养，日子过得非常惬意。姨妈说过，不是她不能照顾我，但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做。她担心自己能力不足，不能给我最好的坐月子体验，但她还是全程都陪着我的。姨妈就是另一个妈呀，我内心特别温暖。上一次都是我自己太过执着于林家，主动推开他们，还好这次没有错过。我提前早产的事情被好事者又曝光到网上去了，于是网上又多出几条本地热搜，大多都是原配孕妇被气的早产，身体直接拖垮，住院疗养。还有人称自己是月子中心的，本来定的是1个月后的入住，但是提前了很久，也侧面证实了早产之事。林母他们也是看了网上的信息才知道我生了。我生女儿时还是选择之前的医院，那天很巧，梁医生正好休假。林诺雨被停职观察，勉强算半个知情人，只有梁医生恰好不在，林诺雨又没主动问过，当然没人告知他关于我这个患者的情况。小黎啊，你是生了吗？怎么不说生呢？林母的声音全是虚假的关心，我并没有表现异常，规规矩矩的应了。阿姨，生了。太突然了，我没来得及告诉你们。我在月子中心呢。挺好的，不需要照顾，这边有专业的人照顾我。一切都挺好的，我也很开心。阿姨和叔叔准备来看宝贝乖孙子，你那边有什么缺的，我们给你带过来。我听出来他说到乖孙子的时候的期待，旁边似乎还有林父的声音。生了个女儿，我非常平静地说完这句话，然后把话筒拿得远了很多，还是听到了刺耳的尖叫声。什么？怎么会是女儿？说好的是儿子啊！哐当，那边好像很精彩，还有伴随着什么摔碎的声音。电话也没多久就被那边挂断了。就这素质。不过告诉他们我生了个女儿，就什么都不问了。合着林家有皇位要继承，必须得是个儿子才可以吗？发什么呆呢？依依都哭闹着找妈妈了，姨妈的声音很温柔，还走过来收走我的手机，帮我放在床头一侧。育婴师阿姨抱着我的小宝宝给我看，哪里有哭，乖得不得了，软乎乎的一团。她看着我笑得开心，眼睛里有星星一样，我的心也化了。唯一宝贝，我唯一的软肋，也是我唯一的铠甲。坐月子快1个月了，林家没人来看我，期间林诺雨还是跟死了一样，没有联系我。我身体也恢复了好多，很多证据也收集的差不多了，当然全部都提供给表哥那边，重新考研的备考事宜也都在同步进行。林诺雨终于来找我了，终于来了，我等的花都谢了。在我休养的月子中心，专门让给找了一间空的小型会议室。还好吧，我是刚从国外回来，林诺雨可能从小到大从未受过打击，网上一次小小的舆论风波给他增添了几分颓废气息，尽管他努力表现出善意，但表情还是很奇怪。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你真的才从国外回来吗？很好，他眼中快速闪现过慌乱，又很快遮掩下去。我碰了碰口袋的录音笔，被冰冷的金属质感凉了一下，心也是。国外不方便联系你。你看，我刚回国就来看你了。他声音温柔。是啊，林家遗传基因。看望孕妇也好，看望坐月子的我也好，都是毫无诚意，双手空空，用眼睛看我。可笑啊，上一次我竟然觉得他们对我很好，嘴上都是敷衍的态度，我却把这些视若珍宝，真讽刺啊。我看出来他有点着急，这次似乎都懒得伪装了。蒋小黎，我们去把离婚证领了吧。意料之中，我毫无波澜，迎上对方的觉得我不该如此淡定的探究。
根据民法典第1082条，男方离婚诉权的限制，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1年内或者终止妊娠后6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什么？他惊讶的不行。不行，必须得离婚。当初我是为了你生下孩子才和你领证的，现在你都已经生了，肯定要离的。他急了，看来某人逼迫的挺紧的。可我还在上学，就生了孩子，你就不管我了。我泪如雨下，声音也是心酸。当初你不是说你养孩子吗？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养了？你生的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要不是见你小姑娘家的不自爱，作践自己，怀了孕，我是发善心给你安稳，才和你领了证。林诺雨的声音义正言辞，你这是道德绑架，和我没关系，你别扒着我不放。他终于是露出了本来面目，不过这还不够。我当时去医院打吊，是你单方面终止了我的手术。你说你养，你带我去家里，和我领了证，给了我安全感。现在孩子都生下来了，你告诉我要离婚，和你没关系。你这是骗婚。我哭得一抽一抽的，声音里全部都是凄惨和委屈。你就生了个女婴，凭什么让我养？林诺雨脸色非常难看，声音里都是威胁。你识趣点，跟我去领离婚证，别逼我。你威胁我？林诺雨，你竟然是这样的人！我气得不行，直接端起面前的水杯，朝着对面泼去。渣男！林诺雨好不狼狈，从头发到脸上都在滴水。我刚刚试过水温，都凉透了白水，肯定是不舒服的。林诺雨气势汹汹地站起身，恨不得给我一巴掌，但是不知大想到什么，又生生忍住了。他自己抽了很多桌子上的抽纸，一边擦头发，一边瞪我。他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我，至于说什么，必须都是国粹，太脏了，就不污大家的耳朵了。有兜里的录音机记录着呢。他很没素质，但也谢谢他的没素质，没给我翻垃圾桶的机会，直接把擦头发和擦脸的纸张扔在桌子上。我很满意的看到纸张上粘着的几根短发。识趣就赶紧离婚，不然等着法院传票吧，你好自为之。林诺雨离开之前还气势汹汹地威胁我。他离开后，我一个人情绪崩溃，哭了好久的时间才关掉了录音。谁告谁？还说不一定呢。我擦干眼泪，找了个袋子，将沾有头发的纸张收集起来。我起诉了，涉及内容太多了，有诱奸、骗婚生子、婚内出轨等。我提供的证据非常充足，包含女儿和林诺雨是亲父女关系的亲子鉴定。这次我早就寻求了表哥的帮助，终于是收集到了蒋真真和林诺雨联合算计我的证据。怀孕的事情根本不是意外，蒋真真之前的时候玩太过，导致根本怀不了孕，也不知道看了什么三观不正的文字，想到了借腹生子的诡计，竟然把目标锁定在我身上。什么目的？当然是为了完成去母留子那一套。上一次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因为不是儿子，他们早早就弃之如敝屣。更有意思的是，蒋真真所谓的怀孕也是假的，是上一次蒋真真嘲讽我无能和一无所有的时候，亲口告诉我的。那个儿子不过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弄来的男婴。他还聪明地做了2手准备，如果被拆穿，孩子和蒋真真没血缘关系，可以说医院报错了；如果没被拆穿，就这样过。但这次不一样了，我要早早戳穿这个谎言。这个男婴别再无中生有了，不然我怕我忍不住。至于蒋真真和林诺雨，都给我进去踩缝纫机去吧。林父林母还来找我闹了几次，要求我撤销起诉，私下好商量，当然是不可能的。表哥和姨妈担心我，还专门请了保镖给我。蒋东升那边也把林柔、蒋仁和助理搞出去了，就是送到国外，再也不能轻易回来。蒋真真的死活他肯定不管，这些还是他自己主动打电话告诉我的，说是以后会给外孙女一部分资产。我呢，他给我接着，不给我也不强求，毕竟早晚都会是给我的。蒋东升身体早就被他败坏了，以前担心外面的人上位，所以防得死，但以后都不能有自己的亲生孩子了。
我不求他的父爱，偶尔他亲情需求，我看情况配合去看看他。这次他守住了他的棺材本，好好养老就行，其他就别想了。我胜诉了，也正式离婚了。蒋真真被戳穿假怀孕，也和林诺雨他们家大闹了一场。由于我坚决的不放过，林父林母为了林诺雨少受罪，还是妥协了。女儿蒋唯一跟我，除了一次性支付全部抚养费，我还分得了不少的财产，足够我和我的唯一宝贝后半辈子衣食无忧。终事落幕，蒋真真被判了3年，林诺雨也是3年，都好好的改造吧。我觉得这样也挺好，3年够了，可以改变的太多了。我自信他们出来后不一定敢来招惹我们，以后我和女儿唯一会拥有全新的生活，她是阳光的、温暖的和幸福的。番外，蒋唯一，我叫蒋唯一，今年9岁了。我和妈妈一起生活，过得很幸福。其实我有一个秘密，我是妈妈的女儿，这辈子是，上辈子也是。上辈子我叫林招娣，我不知道名字的含义，还是遇见了很讨厌我的林奶奶。她说过我名字的意思，说这个名字吉利，会给林家招来儿子，而我存在意义也达到了。那时候我不懂什么意思，我问妈妈的时候，她差点就哭了。她给我道歉，说是各种原因，不能给我改名字，还温柔地搂着我解释，才不是什么招弟弟的意思，在她心里，我是她唯一的宝贝。我不明白为什么妈妈会这么辛苦。幼儿园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我却只有妈妈。林奶奶的孙子林家宝比我小1岁，他总是欺负我，抢我东西，还故意给弄坏，扯我头发，还总骂我野种。我也不知道野种是什么意思，但我潜意识知道，如果问妈妈的话，她肯定会解释说我不是野种，还会背着我很难过的哭。林家宝还总是推我，有时候还打我。林奶奶在一边笑呵呵的不阻止，有几次林家宝把我推摔倒，我还不敢反抗，不然林奶奶的巴掌会重重地落在我身上，我害怕疼。妈妈为了养我那么辛苦，我不想让她面对林奶奶，因为林奶奶太坏了，总是说妈妈坏话。我都说了，妈妈是世上最好的妈妈，可根本没人理我。林奶奶说的话有些我不理解，但是旁人看我眼神的嫌弃，我都感觉得到。虽然我有一点点难过，但我不想妈妈也一起受这个委屈。妈妈每天都抱着我睡，她天天起早贪黑，全部事情都安排得利索。她看起来都苍老了很多，跟林家宝他外婆站在一块的时候，还被人笑着说是像姐妹。妈妈根本没有反驳，但我能看出来她眼里都是苦涩。我上一辈子死的时候才上3年级，是被林家宝推下楼摔死的，反正我记不得痛不痛了，只知道那天我9岁生日，妈妈难得提前请假来接我。失重的那刻，世界都放缓了一样。我看着妈妈疯了一样跑过来想要阻止，可我还是先落了地。后来我的灵魂跟在了妈妈身边，看着她失神落魄了好长一段时间。她突然振作起来，竟然去学了驾驶证，还是货车那种。我记得那天她收拾好自己，还小心翼翼地把我的照片贴身揣好。她出门了，竟然是开着租的大货车。我一个灵魂莫名感觉到了心慌。她这是我飘到货车前面那辆汽车，车厢里一副其乐融融的画面，中年男人声音很温柔，讲着医院的趣事，女人很漂亮应几句话，但更多的是说着一会要购物再买包什么的。小男孩很调皮，吵着新玩具，爷爷奶奶都是宠溺，说到了商场就给孙子买。这辆车里是林家宝他们一家，他爸爸妈妈看起来对林家宝真好，还有林奶奶他们。我有点羡慕这样的家庭，看起来特别和睦美好。为什么我活着的时候就没有爸爸，没有爷爷和奶奶，没办法像林家宝那样被一家人宠着呢？我知道妈妈要做什么了，我的死是林家宝造成的，但因为他8岁未成年儿童，不承担法律责任，根本就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法律惩罚。妈妈想自己来惩罚，但我不想妈妈出事，可我阻止不了。我看到妈妈突然加速，直接冲着前面的汽车狠狠撞去。
2辆车都直接从桥上一起掉进江里，伴随着刺耳的撞击声和尖叫声。我飘下去找妈妈，怎么喊她都没有用，只看到她满头都是血，周边的水都染红了。但她唇角带着笑意，手也捂着胸口，那是我照片的地方。回忆是痛苦的，我还没来得及收拾好情绪，就被敲门声打断。依依宝贝，可以出房间了哦，妈妈很温柔的声音传了进来。好，妈妈叫我了，我准备出去了。刚出门就迎接着一束漂亮的公仔花束，是我喜欢的粉色小猪猪。宝贝，生日快乐！妈妈永远爱你。妈妈一身公主裙，和我身上的是亲子装。她脸上没有一丝岁月的痕迹，漂亮的像是20岁左右的小姑娘。对了，她早就研究生毕业了，她现在工作是做编剧，在家办公这种，可以时时刻刻陪着我。房间也装扮得很喜庆，我可喜欢了。谢谢妈妈，我太幸福了，抱着妈妈撒娇。依依宝贝，9岁了哦，生日快乐！姨姥姥祝依依小公主天天开心，岁岁无忧，健健康康，永远幸福。我才出妈妈的怀抱，就被姨姥姥抱了个满怀，真温暖啊！我有妈妈，有姨姥姥他们，还有偶尔来看我的外公，我可太知足了。这一次再次成为妈妈的女儿，真的好幸福。我要努力长大，也会一直守护最好的妈妈。全剧终。